您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位唱京剧的演员啊，他的名字叫楚兰兰。2天前的12月18号凌晨1点钟，他因病在北京去世。那个病，我想啊，在中国生活过的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听说那个病那3个字啊，大家都知道那个病是什么病，但是呢，没有人敢公开把它讲出来，因为医生可能是没有确诊、没有诊断楚兰兰就是死于那个病，所以你其他人如果在网上说他死于那个病的话，搞不好会寻衅滋事啊，弄不好会造谣生事啊，也有可能会危害公共安全，有好几个罪名等着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嘛。楚兰兰直到死，她的病因可能都不能被公开随意被谈论。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因为那个病而死的这些人，以及他背后的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楚兰兰呢，应该说在京剧界不是特别出名，我也是因为这个新闻呢才知道她。我查了一下她的资料啊，她8岁的时候就登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舞台，拍过一些电视剧、电影。后来呢，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开始学京剧。网上的信息说呢，他是新京剧的创始人。什么叫新京剧呢？说白了就是把京剧的唱腔啊，跟现代的流行音乐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传统的京剧啊，在100年前可能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艺术形式，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太愿意听京剧了。但是京剧的那些唱腔呢，确实有一些独特的魅力。所以呢，其实在近几十年来，一直也有一些京剧的艺术家啊，在试图把京剧跟现代的音乐形式组合在一起。其实这个楚兰兰就属于这其中间的一份子。他在北京还创办了一个学校，就教授自己的学生来创造这个新京剧。楚兰兰呢，今年只有39岁，他有一个7岁的儿子。他的死啊，他让他的孩子一夜之间就成了孤儿，应该说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情。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楚兰兰的死啊？是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内啊，北京的疫情放开了，于是啊，整个半个北京城大家都在感染、过风、隔离。朋友圈里头你看到到处都是大家在这个感染的消息啊。但是呢，非常令人奇怪的是，我们不太知道因为这场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12月18号这一天啊，北京市公布啊，北京市因为新冠疫情死亡了2个人。12月19号又公布了一个数字，死亡了5个人，2天加起来7个人。而且你要注意到，这可不仅仅是北京啊，是全中国加起来一共就死了这7个人，不太正常吧？与此同时呢，北京还公布了它的感染数字，就12月19号，北京新增454人，这就是成笑话了。这454人，要我说啊，别说北京市了啊，我曾经住过那个小区，可能感染的人数都不止454。我的微信的朋友圈里头啊，加起来有几千人。我看我微信的朋友圈里头啊，大概有1半的人都感染了，都超过了这454。但是北京市就敢公布它的整个感染数字，新增感染数字就是454。你再看看北京市连续公布的这个数据啊，你会发现更可笑。按道理来讲，按常识判断，你在新10条公布之后，疫情放开了，那肯定感染的数字会飙涨，对不对？但是你看北京市的感染数据是往下走。要说这奥密克戎在中国可不得了，真是听党的话呀。就是你放开了之后，它不增加感染数据了，相反呢，
它会感染的能力会变得下降了，而且它也不让人死了。这个数据普通老百姓肯定会质疑，而且跟我们一般的认知也不一样啊。就在前几天，那司马南在网上还发了一个帖子，他发这个帖子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物理学家中科院的院士何作修夫妇啊被感染，2口子在家里都感染上这个奥密克戎了。这个何作修在给他打电话的过程中间就语带一些抱怨，说他自己这一次可能熬不过去了。何作修今年已经95岁了，你想这个岁数的人，面对奥密克戎的感染，其实这个威胁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中科院对这样的院士都顾不上呢？说句心里话，还是因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这一轮的过风啊，几乎每一个单位1半以上的人都被感染了。所以我猜啊，中科院也不是有意怠慢何作修夫妇，可能确实自己啊，这个在一片感染的过程中，想要照顾这些院士们，可能也没这个能力。然后司马南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到，清华大学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发了好几个讣告，其中有一个院士，姓黄的院士也去世了。我去查了一下，清华大学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头发了20多份讣告，北京大学发了10几份讣告。但这些讣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都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原因死亡的。是因为奥密克戎吗？我们不知道。他们被统计到这个数据里吗？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实啊，其实挺可悲的，对吧？我们过去讲过，我们支持这个废除动态清零的政策。但是呢，废除动态清零的过程中间，我们也说过，我在过去的节目里也讲过，你刚开始这个开放的时候，一定会迎来一波死亡冲击波和感染冲击波。但是我们面对就好了，但是没有必要造假呀。但现在你说北京市一天只有454人感染，这就是公然造假嘛？你说北京市一共2天死了7个人，这显然是造假嘛？你去到北京市的医院里去看看，那 ICU 病房有多少？现在你有了病进不了 ICU， 然后包括死亡的人数，死亡了之后预约不上这个殡仪馆去火化的。八宝山上庄东街进火葬场的车，看着没有？还的确是他妈排队呢。死的人你看看。然后一方面是那个火化场门口已经排着队，死亡的人都进不去。另外一方面，你网上就公布一天死2个人，一天死5个人，而且全国就这么多。这不荒唐吗？是吧？给人的感觉啊，仿佛又回到了3年前武汉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武汉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数据造假。大家还记不记得武汉市殡仪馆里头，那是领那个骨灰盒的那些民众排着那么长队，但是你看到那个里头到底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你永远也不知道武汉市封城期间因为新冠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又回来了。其实要我说，其实面对奥密克戎啊，虽然说它的死亡率跟那个原始株德尔塔相比起来，它已经很弱了，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疫情，它有死亡，这是我们社会必须面对的代价。我觉得你把它说出来也没关系，大家共同面对。但是为什么要造假呢？就是同时期12月18号，香港公布了它的死亡数据。香港的人口一共是740万，18号这一天因为新冠而新增的死亡病例是40例。台湾呢是2300万，那么19号新增了23例因为新冠死亡的这个病例。其实中国的大陆的死亡比例应该高于现在的台湾，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过风啊，台湾已经过风过去了，香港过风也过去了。香港当时过风的时候的死亡率是现在的死亡率的好几倍呀，所以你要按照这个数字比去算，现在中国一天死亡几千人，比如说4、5千人才是一个合理的数字。但是现在公布的数据呢是5个人，全中国一天死了5个人。
所以你就看吧，这个数据的荒唐之处啊，没有人相信。那么为什么他敢公布一个死亡5个人的这个数据呢？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件事情啊。他用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死5个人呢？大家都知道，12月6号的时候，国务院一口气发了4、5个文件。这几份文件呢，分别是11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这份通知就是新10条啊。114号关于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11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分类和报告的通知。116号关于印发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工作方案的通知。这几份文件中间，113号也就是新10条，你在国务院的网站上，中国政府网上查得到。然后111号、112号文件、114号文件、116号文件这3份文件，你在卫计委的网站上也查得到。但是唯独这个11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分类和报告的通知，查不到，在中国政府网上没有，在卫计委的网上也没有。但是你去搜新闻，你能搜得到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在学习新10条方案的时候，包括这个115号文件。也就是说，这份文件在全国的医疗系统都传达了，并且学习了，但是它没有被公布，加了秘籍。为什么一份国务院的文件要加秘籍啊？这个通知里头到底是怎么规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分类和报告的呢？这个115号文件里头啊，说句实话，最关键的信息就是要区分你感染了新冠疫情之后啊，你到底是因为新冠疫情而死的，还是因为你身体的其他基础病而死的。这个报告的核心，通知的核心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新冠疫情，你感染了新冠疫情，但是呢你可能有肿瘤，最后你死于肿瘤，他就让你死于肿瘤，不算死于新冠疫情。应该说这有道理啊，但是它对于新冠疫情死亡的标准制定的令人意味深长。它怎么规定的呢？它规定啊，只有你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你的血氧饱和度低于93%，而且你这个血氧饱和度低于93%，还不能被其他基础病来解释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定义为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什么叫血氧饱和度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正常人啊，这血里面的含氧量啊，在95%到100%，93%是一个及格线。按照武汉疫情最开始的原始株啊，那些重症患者的确是血氧饱和度非常低，有的可以低到80%。但是情况现在发生了变化，现在奥密克戎啊，它这个攻击人体的这个器官啊，它主要是攻击上呼吸道，而不是下呼吸道。那么由此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它很少是像早期新冠肺炎的那个时候啊，它导致这肺部阻塞，然后呢呼吸不畅，最后呢血氧饱和度奇低而死亡。所以这一轮的奥密克戎感染的死亡病例中间的死亡的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个呢是炎症风暴，第二个呢是因为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然后本身你的身体带来的问题，因为新冠肺炎感染之后导致死亡的。那么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去确定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很难把这个一般的病人病死的过程中定义为因为新冠疫情而死的。咱们举个例子，咱们前几天做的那个专硕生之死，那个陈同学大家都知道啊，他就被感染了新冠疫情。有消息说他在那天休息之前啊，他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然后呢回家之后心脏骤停之后呢，然后送到医院之后没抢救过来，最后死了。那么最后他的死因确定是心源性猝死。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病毒感染再加上劳累，是有可能导致爆发性心肌炎的。这爆发性心肌炎最后会变成心源性猝死。那你说他这个死到底算是新冠疫情死的呢，还是因为心源性猝死呢？如果要是他不感染这个新冠疫情，说实在的，他可能不会导致心源性猝死。所以啊，
陈同学这种病因，其实严格来讲是把它定义为因为新冠疫情感染而死亡，其实更准确。但是现在按照这份115号文件里面，所以那个新冠这个陈同学就只能定义为心源性猝死。这个就是我们全国现在啊，你几乎看不到因为新冠疫情而死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昨天，我的邮箱里还接到了一份爆料，有一位在海外工作的人员，他说他父亲在上海，就在前天，他的父亲因为感染新冠疫情死亡了。我说你去查一查，你父亲的死有没有被这个统计在死亡数据里头啊？其实也不用他查，我们都知道，上海这已经多少天以来就没有因为新冠疫情而死的了。不光是上海，全国从12月3号开始到现在10几天的时间里，全国没有一例因为新冠疫情而死的。奇怪吗？说奇怪也奇怪，因为同样的新冠疫情，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死人，在中国不死人呢？说不奇怪也不奇怪，是因为这个115号文件规定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你但凡有一点基础病，你的死都不算新冠疫情。所以有的人在看到这个北京市公布的这个数据之后就说，这就说明这死的这几个人呢，连个痔疮都没有。如果他们是得了痔疮，他们的死都会归因为痔疮，都不会归因为新冠疫情。大规模的数据造假就又回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我猜的。第一个原因，善意的讲，他们怕社会恐慌。大家都知道，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过风，过风的过程中在抢药，然后医疗资源面临挤兑，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呢，可能对这种疫情冲击过程中间有天然的恐惧感，这一点可以理解。如果那个时候要是公布了许许多多的死亡，那么会加重大家的恐慌。而现在呢，政府一方面在开放，另外一方面还让你恢复生产呢，看到了吗？北京前几天还限制堂食，现在已经不限制了。现在而且还规定新冠你轻症没有症状都要去上班呢。所以现在的工作重点已经变成了以恢复经济建设这个为核心目标，防疫这个目标已经退而求其次了。如果要是规定每天死几千人，你想想，老百姓肯定会对你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有疑问呢。都这么严重了，你为什么还要逼着我们去上班呢？第二点，无非是想证明自己防疫成功嘛。你看，你台湾一天死20几个人，你台湾才2300万人口，我们大陆14亿人口，一天死亡2个，一天死亡5个，那我们的制度优越就会继续维持啊。我们此前封城的时候是制度优越，挽救了100万人，挽救了几百万人。我们开放之后，我们继续保持制度优越。你们其他国家的奥密克戎死人，我们就是不死人。第三个理由，说白了，中国的这些统计数据啊，都是没有独立价值，它都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目标服务的。当他想证明奥密克戎非常可怕的时候，他就可以用一个非常高的死亡率来证明，哎呀，这个奥密克戎非常可怕。当他不需要证明奥密克戎可怕的时候，你就是死于新冠疫情，也不能被定义为死于新冠疫情。每个人都是工具，每个数据都是工具。在这个国家里的，只有一个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其他人通通都是工具，包括数字都是。说句心里话，在新十条颁布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支持中国大陆这个废除动态清零，因为此前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封城限制公民的自由不人道也没有道理。但是放开了之后，其实它真正的问题也需要面对，根本不需要通过这种刻意的数据造假、粉饰太平的方式，让普通的老百姓生活在那种所谓的温室里。事实上，这是你也瞒不住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案例，但是死人的死本身也会变成对造假的控诉。主任，这是昨天晚上死亡的，到现在还没有拉走的。这个里边是3个，
这个走廊里边是4个，然后这是7个了。